多用途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史上泛用性最强高达登场。机动战士高达系机甲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GATX-105，强袭高达是地球联合与 Plant 的第一次战争时期，地球联合军为了挽救战场劣势而专门开发的其中一款新型机动战士。当时地球联合军面对的对手扎夫特，在战场上投入了名为金恩的机动战士。该型机动战士具有攻击高、防护强、机动速度快三大优点，然后凭借调整者驾驶员的身体素质优势，让金恩发挥出了超越以往武器装备的超强战斗力，从而在战场上对地球联合军形成了碾压，进而导致地球联合军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为此，以杜尔哈尔巴顿为代表的地球联合军将领力排众议，跟进扎夫特发展机动战士，成功促成地球联合发起了 G 计划项目。很快，这个 G 计划项目就交付给了大西洋联邦负责。虽然大西洋联邦作为地球联合三大理事国之一，在军事和科技上均有很强的实力，但要全面超越扎夫特的金恩并不容易。因此，大西洋联邦决定联合奥部共同研发，让奥部以提供技术支援的方式来负责研发高达机体骨架和 OS 等子系统，而武器和装甲在内等多个核心技术，连同整体设计一起，则由大西洋联邦负责。就这样，在设计工作全部完成了以后，很快就在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上制造了5架原型机，而强袭高达便是这5架原型机之一。该型机体采用了名为 X100 的通用型骨架，这个骨架率先在决斗高达和暴风高达上使用，其在机动性能上的表现十分出色，比较适合用来执行多种类型任务的多用途作战机型。然后在骨架之外包裹了一层特殊的装甲，这个装甲名为相位转移装甲，简称为 PS 装甲。该装甲是大西洋联邦的核心技术，其原理就是通过电压产生相位转移效应，以此来化解掉实弹武器的攻击伤害。基本上只有光束武器才能够击破 PS 装甲，仅凭这一点，地球联合的高达就能取得巨大优势。当然不止装甲，武器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像强袭高达在定位上就比较强调泛用性的作战机型，因此配备的武器多种多样。首先在两侧腰间收纳舱位置，就内置有2把破甲者战术小刀，其结构跟弹簧刀一样，会以折叠的状态进行收纳，当要进行使用握到手中时就会迅速展开，然后自身会产生震动来提高破坏力，可以很轻易就能贯穿金恩的装甲造成伤害。而使用方式除了手持进行刺突之外，必要时可当飞刀远距离抛掷使用。而手持的主武器是一把57毫米口径的高能光束步枪，该枪是光束武器小型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其输出的攻击威力很大，一发就能贯穿机动战士的装甲造成伤害，并且枪上带有瞄准镜装置，能连通驾驶舱内的辅助瞄准设备，这样驾驶员就可以观察瞄准目标进行狙击任务，只要火控系统完成锁定并扣动扳机，就能在一瞬间击毁对方。而且瞄准装置的观察效果极佳，能够支持强袭高达执行侦察任务，因此这把武器的应用场景可以说是相当的广泛。此外，强袭高达还有一把武器提供选用，这把武器便是火箭筒，其结构和作用与常见的火箭筒没有太大区别，威力虽然巨大，但备弹量只有3发，所以通常是拿来对舰攻击使用。倒是火箭弹具备在水下发射的能力，但有效攻击距离比较短，对付高速移动中的目标会比较吃力。接着是给左手准备了一个抗光束盾牌，该盾牌在表面涂有抗光束涂层，能够有效防御光束武器的攻击，从而补充 PS 装甲在防御光束武器上的不足。为了方便在防御时进行反击，在盾牌上还留有射击孔，这样在面对敌方密集火力攻击时，通过这个射击孔比较安全的方式来对敌进行反击。而在头部位置还安装了75毫米口径的近防机炮，该机炮射速较快，但威力有限，一般用来牵制敌方机动战士，或作为近防武器抵御来袭的导弹。基本上依靠这些武装，强袭高达的攻击能力已经是远超对手金恩的存在。不仅如此，强袭高达的机动性能同样十分突出，其内部的驾驶舱各种配置十分完善，能够很好的辅助驾驶员做出各种高机动动作。然而在软件方面一开始表现的不尽人意，也就是操作系统还满足不了自然人驾驶的需要，使得机体在启动了以后，动作就像人类的婴儿一样十分缓慢。可以说操作系统的性能水平距离达到实战的阶段相差甚远。
直到扎夫特收到情报前来夺取高达的时候，不幸卷入战争的基拉大河，被迫在战斗的过程中帮忙临时优化操作系统，这才初步解决了强袭高达操作系统的问题，让强袭高达的机动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其动作看起来就跟人一样十分丝滑。于是很快在第一场与金恩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也就是在这一刻，地球联合为赶超扎夫特开发的新型机动战士，在这场实战当中性能优势得到了验证。然而这些还不是强袭高达的全部能力，为了发挥出多用途的作战性能，其肩膀、手臂和后背位置都设有接口，来方便强袭高达更换不同的武装执行作战任务。于是同时期还开发了3款作战背包，这其中一个便是空战型背包。该背包最大的特点是增加了4组推进器，使得强袭高达的机动性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且每个推进器的喷嘴都装有舵面，能够很好支持强袭高达在高速机动时调转方向。这个对在与敌方机动战士进行接近战时十分有利，甚至在地球上的机动性能表现也极为惊人，在不依赖飞行踏板的情况下，就能发挥出空 U 型机动战士的作战能力。不过空战型背包上的机翼较小，使得强袭高达仍不足以在空中长时间进行飞行，所以当强袭高达飞向高空后，更多的是依赖滑翔的方式进行战斗。而武器方面则增加了2把光束剑，这个武器也是大西洋联邦独有的技术之一，利用幻象粒子形成的特殊立场来对输出的光束塑形成刀刃的形状，而且输出的光束威力大，穿透性强，很轻易就贯穿机动战士的装甲，造成破坏，场面看起来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像金恩使用的实体重斩刀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另外在空战型背包上还带有独立的能量包，以此来增加强袭高达的作战时间，特别是在战场上使用临时换装背包战术，还能起到给强袭高达增加续航的作用。总体而言，空战型背包加上原有的武器配置，使得强袭高达在攻防两端的性能表现十分平衡，所以在多场战斗当中，强袭高达使用空战型背包的频率最高，能够应对多种战况，执行多种任务，可以说这一配置属于是最标准的装备。而第二个舰战型装备使用的次数则要少很多，其主要武器是一把近16米长的枪刃对剑刀，这把武器有实体刀身结构，但在刀刃位置进行了镂空，然后在前后两端输出光束用于攻击，并且刀尖也是实体结构，其作用是在攻击大型目标时增加穿身，这样光束就能顺着刀身深入目标内部造成伤害。由于对剑刀体型巨大，需要双手持用，因此一般情况只携带一把对剑刀出击作战即可，但在背包挂架的另一端留有接口，必要时可以携带2把对剑刀出击作战。而在左手手臂上配备有铁甲火箭矛复合武装，其结构就是在小型盾牌上安装了一个火箭矛，这个火箭矛末端通过绳索进行连接，方便在发射以后进行回收，这样在作战当中就可以反复使用。同时在复合武装的表面涂有抗光束涂层，所以对光束武器也有防御作用。虽然防御覆盖的面积较小，但左肩上附带安装的护甲也是相同材质打造，只要提前做好防御姿势，就能够有效防御近距离的各种攻击。而肩甲上还装备有一把米达斯王刃光束回旋镖，同样也是在投掷攻击对方后可以进行回收重复使用，而且这把武器攻击能力很强，熟练使用后能做到同时攻击多个目标，其特有的攻击路径还带有突袭效果，不太容易对光束回旋镖进行有效防御。到这里可以确定，舰战型背包属于是近战特化的装备，比较适合用来与敌方机动战士进行接近战，即便对手占据数量优势，当面对强袭高达的对剑刀时，其强而有力的气势也不得不选择退缩来避其锋芒。而与舰战型背包相对应的便是炮战型背包，这一型装备基本用于进行远距离的炮击作战，为此装备了320毫米口径的延神超高脉冲炮，该炮的威力足以跟舰用激光炮匹敌，初次登场时直接就对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造成了巨大破坏，如此巨大的破坏力让当时在场的人十分吃惊，可以说这把延神超高能脉冲炮让强袭高达具有了强大的攻坚能力，可以对要塞和机动战士集群进行火力输出。不过这把武器耗能巨大，需要外接电源才能够进行高密度的火力打击。虽然炮战型背包带有能量包，但提供的能量较为有限，需谨慎使用。此外，这把武器还配有瞄准装置，用来支持对敌进行精准射击。如果遇到视野受限的情况，
则可以依靠友军提供坐标来完成目标锁定。可以说，在应对复杂的战场环境方面，炮装型强袭高达的表现很优秀。也正因为给予对手的威胁太大，所以在多场战斗中都会被对手重点关注。所以在右肩上还安装了复合武装，加强自身防卫能力。其中一个是120毫米口径的对舰火神炮，除了用于攻击之外，也会用来发挥近程范围内的防御作用，在对付敌方密集的导弹攻击具有极佳的效果。另一个就是350毫米口径的2连装导弹发射装置，被弹量较少，仅作为辅助火力使用，剩下延伸出来的这部分则是防盾，作用是加强炮战型强袭高达的防御能力。到这里可以看出，强袭高达的3件背包装备所具备的攻击能力覆盖了由近到远的范围，甚至还能潜入水下进行作战。面对扎夫特水下专用的机动战士时，并不完全处于劣势。可见强袭高达的水密性和耐压方面的性能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而唯一比较突出的缺陷，就是强袭高达的能量很容易跟不上消耗，一旦战斗陷入焦灼失去节奏，就会陷入能量耗尽导致 PS 装甲失效的危险境地。不过这个是面对同等对手或者数量处于劣势时才有可能出现，所以一旦地球联合军将强袭高达量产成军，并且让每个机体使用不同的背包装备来组成作战小队进行协同作战，这样一个机动战士小队的战斗力将会是远超扎夫特金恩的存在。然而受限于高达的量产成本太高，这一设想最终没有实现，倒是有过另一种尝试，那就是将3个背包装备综合到一架强袭高达上使用，而这个使用3个背包的形态就称为完美强袭高达。当时在奥布外海的一场战斗中，强袭高达与圣盾高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而战斗结果是强袭高达被圣盾高达自爆炸毁，接着强袭高达的残骸被奥布回收后进行了修复。没多久，奥布因拒绝提供质量加速器，被地球联合军讨伐，发起了战争。于是为了应对这场战争，将这架修复好的强袭高达交付给了木使用，并且将3个背包的装备都安装到了强袭高达上，但这也让强袭高达的耗能提升了不少，为此增加了4组能量包来缓解能量不足带来的麻烦。很快，木驾驶的完美强袭高达在与地球联合军的战斗中发挥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在与敌军数量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与奥布军一起艰难顶住了地球联合军数次进攻。之后转移到宇宙进行作战时，因为战场情况不再像奥布以防御作战为主，所以不再使用完美强袭高达的形态出击作战。毕竟宇宙不像在地球上进行阵地战时，能量可以就近就得到补充。就在战争进程推进到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时，木遭遇到了克鲁泽驾驶的神翼高达，由于强袭高达的性能与对方差距过大，很遗憾在这场战斗中败北。而就在他返回到大天使号的时候，正在与大天使号作战的主天使号突然使用洋电子炮向大天使号发起了攻击。也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木选择了挺身而出，用抗光束盾牌来挡住洋电子炮的攻击。然而洋电子炮的威力巨大，超出了强袭高达的防御上限，最终在成功挡下洋电子炮攻击的同时，自身也被洋电子炮彻底击毁。于是强袭高达至此落下了帷幕。